在西安，我预定了3个晚上的青旅住宿。除了简单的西安小旅游之外，另一个目的是整装。第一个部分是补足装备，露营的睡垫添购，打气筒更换，骑行服装添购，维修自行车辐条，尾灯加装。第二则是让自己的身体和腿休息一下。这2天去了西安的钟楼、鼓楼，回民街的美味小吃让人回味无穷，看看古唐风的清真寺真的很特别，登上了西安壮阔的城墙，从北门走到了东门，走了3.7公里，真是后悔没在上面租自行车骑一圈。而后在西安喝到了50兰，这是多么令人思乡的台湾味。到了永兴坊，看人家体验一下摔碗酒，真的是岁晚多如山，看住路边广场小孩与鸽子玩着你追我跑的游戏，你进我退，你赶我飞。在碑林博物馆看到几乎有名的碑全都被搬到了西安，到底是碑林文化的集中还是碑文的浩劫呢？然后到菜鸟驿站领回我的骑行冲锋裤，再送去给人改裤脚2件只要12元，再吃一碗难吃的又咸又酸的裤带面。这就是我的长安2日游，再来就是等明天出发了。很多点我还没去过，希望留给下次，如果我还能再到西安，希望是有伴同行的。中国2丝绸之路，西安到乌鲁木齐，西安到乾陵到临平镇。前天晚上我的上铺来了一位台湾来的傅大哥，巧的是他刚好也是要去骑乌鲁木齐的。原本想说我要走乾陵方向，应该不会结伴，结果他也被我讲到对武则天无字碑的向往，所以我们今天变成了暂时的旅伴。由于我脚程慢，提早半小时出发，相约在乾陵见，反正想说一定会被追上，果不其然，不到30公里就被追上了。今天选择从西门出去，过了此门，西安从此就不复见了。过了渭河，到了咸阳，看到了咸师大、咸阳师范大学。离下个大城市兰州也不到700公里了，路上越来越多的土窑屋。终于到了乾陵，也就是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墓。因为不能骑脚踏车进来，所以举起我的车手包来代表举车之意。今天换上全新的骑行服，真的蛮舒服的，感觉我学教官的地方越来越多啊。下山后开始往宝鸡方向飙车，今天骑了112千米，照例破100后，体力已进入弥留状态，终于找地方住了下来。傅大哥说今天骑得挺顺的，明天我们来骑150吧。感觉上没多久，傅大哥就会追上教官，成为教官的伙伴了。而单车儿童组的我还是留在后面帮2位大哥加油吧。中国2丝绸之路，临平镇、巴渝镇。今天早上出发不多远后，傅大哥可能是昨天思考了一夜，决定还是各自照自己的步调去骑车，所以傅大哥和我就只做了我的1日伙伴兼室友。目送大哥离开后，这次却没有不舍，可能真的是等级差太多了，我实在是跟不上他一天最少130的步调，但还是十分感谢与珍惜这样的缘分。祝大哥一路顺利，早上很快就进入宝鸡界。听说在扶风县有个法门寺，不知道这个远眺的建筑是不是。不久之后来到了驸马庄，真想在这住下，这样搞不好以后就能当驸马爷了。经过鼓山县之后，我想往南切回310国道，结果又一次成功的被高德地图给搞到。我先跟住导航进入田间小径，然后开始爬一个超夸张的陡坡，连用推的都快推不上去，然后遇到了修路，一路上颠簸难行，手都麻死了。接下来遇到12度的长下坡，阿鸟胃吓死哥了，双手没离开过刹车，感觉很快就要换刹车皮了。晚上骑了90公里，实在累了，毕竟今天也爬了468米的高度。后来在这边靠近都市的附近找到一家便宜的宾馆，结果居然最后确认房型时才告知需凭大陆身份证才可入住。天啊，不能收外宾，你好歹就放国内订房不就好了吗？但我觉得还是想一试，直接问老板台胞证能住吗？不能的话我马上找别家。结果老板加了5元人民币收了，所以人家是35元，我是40，不管了，总比通知公安后非要我去住更贵的好。晚餐吃的是炒拉条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只是真的太辣，我狂喷汗。我吃到老板娘都问我你是不是怕辣啊？
谁知道你们陕西人吃这么辣啊？这根本不是拉条子，是辣条子啊！中国二丝绸之路西安乌鲁木齐巴渝镇到东岔镇，早上出门后很快就到了宝鸡，看到一个很有特色的医院看板，忍不住就放上来了。接着骑往天水方向。由于之前就从教官及副大哥处得知，今天会很阴之外还有一堆隧道，所以没装前灯的我早已想好了万全之策。出发骑了30公里左右，有点小累，所以停在路边休息。正考虑是否将炉具拿出来煮个方便面，没想到这一停来了5个车友，其中3个和我逆向，2个和我同向。熟知我的朋友都知道，对于要比爬坡弱这件事，我可是很有自信不会输人的。3个逆向的车友一直怂恿2位大哥和我同行，但我自知自家事，赶紧婉拒，真的是跟不上啊。虽然2位大哥其中还有1位78岁的，果然不久就被拉开，看不到车尾灯了。进隧道前先装头灯，我的头灯就戴在车手带上面。嘿嘿，我聪明吧？中午气温飙升到45度，真的骑不动了。幸好看见一个风雨亭，而且椅子可以躺。感谢凉亭让我度过最热的中午。骑了不久，遇到了紧急封路，原来是在排除落石。我也跟住大伙一起傻等，真的是傻等啊！因为大约半小时后，我发现居然有机车从对向过来，我才想到我是单车啊，在这是没有限制的。马上出发，小心地过了落石路段，一路开朗。因为只有我一台车啊，连隧道都是我独享。终于我离开了陕西，到了甘肃。晚上夜宿东岔镇，但是这次公安前来拜访了，不过是十分的客气，可能真的很少看到外宾吧。就这样，我的单车环游世界中国段，丝绸之路又往前迈进一大步。本次旅程轨迹图：在西安旅游整修3日后出发，经过乾陵到达临平镇，然后从临平镇到巴渝镇，最后从宝鸡市巴渝镇到东岔镇。如果您喜欢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窝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